5年前你妈拿钱让我滚，5年后你又拿着钱让我回来，江凯，你们江家是不是只会这一招？我叫董秋月，33岁，持证顶尖精英律师，执业8年零败诉，法庭之上从无对手，却逃不开亲戚无休止的催婚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相亲对象竟然是我前夫。秋月，好久不见，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？这5年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现在坐稳集团董事位置，我妈再也没有资格阻拦我们了。开早餐铺的穷丫头，还想高攀豪门，拿钱滚！别脏了我家的门庭。江凯，你就眼睁睁看着我被羞辱。秋月，你体谅一下妈的脾气，先走吧。离婚吧，从此你我再无瓜葛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找了我5年，江凯，这5年你是活在阴沟里吗？连一点我的消息都查不到。你这套深情戏码哄哄20岁的小姑娘还行，我已经33岁了，不吃这一套。还有，离我远点。那就先吓吓他，让他知道要依靠谁。董秋月，你疯了！当众泼水羞辱江总，你有没有半点教养？我的私事，你少插手。一个二婚还挑三拣四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我现在就去找你妈，让她好好管教管教你这个不孝女。5年毫无交集，如今突然搞这一套，连我大姑都帮着你。江凯，你到底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秋月，你大姑带了2个陌生人过来，堵住了我的早餐摊，摊子被砸乱了。小月，这是你大姑为了你的婚事天天来闹，我实在招架不住，我真是没法子了。今天幸好有小江在，帮我拦了一下。阿姨，我知道当年是我亏欠秋月，现在我只想弥补过往过错，好好照顾你们。天哪，这个前夫真是又帅又痴情，女方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女方太强势了，这年头条件这么好的男人可不好找啊，还是快跟你前夫复合吧。江凯，你少在这里假惺惺看笑话，赶紧滚！各位街坊邻居评评理，我侄女当了律师就眼高于顶，强势又自私，放着这么专一有钱的前夫不要，非要孤身一辈子啊！当众捏造事实，诽谤他人，寻衅滋事，扰乱公共经营秩序。我已经全程录像固定证据。作为职业律师，我明确告知你，这些证据足以对你进行行政拘留。另外，指使他人围堵个体经营摊位，幕后指使者同样需要承担民事与治安责任。这人亲大姑怎么还闹事啊？卸人摊子，真是不讲理。就是。过去我不清楚，现在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月月他们母女俩。不用装了，大姑突然频繁来骚扰我母亲，从头到尾是不是你的手笔？月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想帮你，毕竟我是真心想和你复婚。你别碰我！月月，别激动，我不碰你就是了。但是请你相信我的真心，我愿意为你解决一切难题。江凯，我妈不是你能动的，我劝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秋月，快看同城，你上热搜了。线下借大姑施压，线上操控舆论。江凯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董秋月，过去5年是我亏欠你，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，嫁给我，好不好？阿姨，大厅垃圾麻烦稍后清理一下。
月月，现在全网都在谩骂你，还有人开始扒你的从业履历、家庭信息，已经影响到律所口碑。需要律所法务部直接下场批量起诉造谣营销号吗？暂时不用。这个江凯莫名其妙死缠烂打，形势太过反常，我要静观其变，看他究竟要干嘛。他这5年跟死了一样，现在突然冒出来，难不成真是小说照进现实，霸道总裁追妻火葬场？可别，我看见他就想吐。他要是有这么痴情，当年也不会像缩头乌龟似的任由他妈欺负人。说不定人家当年真是迫不得已，现在幡然醒悟呢。他当时跟我离婚后，扭头去追人家2代，你是忘记了？秋月，这事儿我没忘，我是怕你忘了会心软。你放心吧，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是为什么，但是当年的屈辱我铭记在心。董律，丰江集团的张总又来了，点名想让您接手他跟江氏集团的案子。我好像知道他为什么纠缠我。原告起诉江凯上亿合同诈骗案证据确凿，江凯资金链早已断裂，一旦败诉，不仅身败名裂，还要面临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他查到原告指定你办案，清楚你洞悉他所有软肋，庭审绝对不会留情。所以相亲是他刻意安排的重逢，卖产追妻，舆论逼宫，收买大姑闹事，全都是骗局。他一边演着5年痴心等待的深情戏码博取同情，一边步步紧逼拿捏我的软肋，从头到尾只想逼我回避案件。5年前他懦弱自保，看着我被他妈侮辱无动于衷，5年后依旧自私之极，为了脱罪不择手段。可笑的是，时至今日，他依旧不肯卸下深情面具，想把我困在愧疚和舆论里。大概是这样了，谁不知道你是业界的常胜将军？所以月月，这个案子你接不接？接，我接下案子，暂且不动声色，陪他演完这场深情大戏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底线到底有多低。人前装深情求原谅，人后偷偷安装监听，妄图掌控我的一举一动。江凯，你的伪装快要兜不住了。秋月，我知道你接了案子，我不逼你立刻撤诉，我可以等，等你放下过去的介意。当年我真的身不由己，这5年我没有一天不再后悔，再给我一次弥补你的机会好不好？不必了，过往已过，我们无关。秋月，我知道你心里恨我，我愿意承受你所有的冷漠和指责，只要你愿意退出案件，我可以补偿你所有损失，弥补你5年受过的所有委屈。弥补？怎么弥补？空白是什么意思？你直接说个数，免得我填多了你又心疼。怎么会呢，秋月？800万，怎么样？江凯，你觉得我稀罕你的钱？在我这里，永远只有弥补你，没有别的目的。这800万不是交易，是我的真心。不好意思，在我这里，见不得光的钱就是肮脏交易。一边演深情挽回，一边偷偷监听你的一言一行，还要全网舆论抹黑，此人虚伪程度远超我们预想。他以为掌控了我的行踪和想法就能稳赢，殊不知从他装上监听器这一刻，就多了一项非法侵犯公民隐私的实锤证据。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招数。既然软饭法没用，那就动他最在意的人。我儿子放下身段追你女儿，低三下四百般讨好，你们家还端着架子不识抬举，果然是市井小摊出身，眼界格局永远上不了台面。江夫人，感情不能勉强，那是孩子们自己的事。不勉强，那就逼着他勉强。敢告我儿子，我就砸烂你们这破摊子，让你们母女在城里无法立足。哎呀，弟妹，一家人别伤和气，你快跟江夫人认个错，让秋月和江总和好吧。江夫人自诩豪门贵太，现下屈尊降贵来这里掀摊子放狠话，真是泼妇作态。妈，不许再欺负秋月和阿姨，过去的错是我们江家造成的，我会慢慢弥补。轻点，给个教训就行。你在干什么？没有，我只是劝我母亲不要再闹事。
月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江凯，我妈受伤了，是不是你派人干的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？阿姨怎么会突然受伤？秋月，你别着急，我马上派人去查，一定能找出伤人的人。是我没有看照顾好你们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这件事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知情？我怎么可能知情？我巴不得阿姨平安无事。我一直想弥补你们，怎么会做出伤人这种卑劣之事？秋月，你怎么会怀疑我？月月，真不是我做的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好，我相信你不知情。到这种时候，江凯你还要装？既然你想装到底，我就找到铁证，亲手撕碎你所有伪装。瑶瑶，帮我看一下我妈摊位附近的监控。秋月，多亏你之前留了个心眼，申请了街道周边的民用监控调取，我把这几段盲区画面一拼接，真相全出来了。根据调查，这个助理全受江凯指令行事，每一步伤人计划他都全程知情。人前装着担忧无辜，人后授意打手伤人，还要反过来卖惨夺取我信任。江凯的演技比法庭上的证人还要信真。要不要现在报警，立案追究蓄意伤人？不急，他犯的事儿不止这些，我还要再收集一些证据。我要亲眼看着他一点点打碎自己的假面。秋月，阿姨伤势怎么样了？你不要胡思乱想，这件事真的和我无关，我永远不会伤害你和你身边的人。助理听命于你，通话记录时间完全对上，伤人行动全程由你授意，你还要说你不知情吗？是，我知情，人是我派去的，我给过你机会，金钱补偿，和平退让，我好言相劝无数次，是你非要死死咬住我的案子不放，既然软办法没用，我只能动你的软肋。所以从今天起，你不用再演戏了，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。秋月，你妈都住院了，你说你要是天天在家好好照顾她，她能出事吗？要我说，你还不如赶紧和江凯富做豪门阔太太吧。要是没有他，我妈说不定也不会受伤。我怀疑就是他干的。你瞎说什么？这肯定是意外。意外？路口监控清清楚楚拍到证据也是意外。大姑，早年家里穷，你帮我爸操办葬礼的事儿，我记一辈子。我现在给你留体面，麻烦你也不要在这里不当人了。董秋月，这是一个长辈说话态度吗？要不是你妈躺着，我非把她拽出来问问，怎么教出你这么不尊长辈的女儿？你是不是以为我这里没你的证据？之前你每一次闹事，每一次上门挑衅，都是江凯花钱指使，对不对？你收了他多少钱？用不用我帮你数数？从催婚相亲、上门砸摊、撒泼骚扰，你一共从江凯手里拿了10几万吧？秋月，你要体谅我啊！你表弟考公考编几年了没动静，眼看着还要成家，光靠我跟你姑父那点积蓄哪儿够啊？小月，这是咋了？弟妹啊，你可怜可怜我这些年不容易，赶紧让秋月跟江凯复婚吧！人家有钱，秋月嫁过去要啥有啥，你侄子的工作也有着落了。大姑，我们可怜你就用我们的命可怜吗？你明知道江凯要伤我妈，就眼睁睁看着。大姑姐，小月说的是真的，这事儿是小江指使的，你也知道。秋月，收手吧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也不想再为难阿姨。只要你退出案件，过往所有恩怨一笔勾销，我好好弥补你。弥补？偷偷给我车内装监听器是弥补，派人打伤我母亲是弥补。我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本意只是想留住你。留住我？你只是想留住你的自由身，留住你不用坐牢的人生。你所有的深情、后悔、弥补，全都是为了你自己。董秋月，你一定要一点情面都不留吗？从你派人打伤我母亲那一刻，我们之间就再也没有任何情面可言。从前我念及过往，隐忍再三，如今我绝不姑息。你非要鱼死网破，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。情义这种东西，早在我们离婚的时候我就看清了，你压根没有。董秋月，这只是开胃小菜，
我那里还有很多满汉全席，你想看我可以慢慢发给你。江凯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那时候还是你老婆，你竟然干出这种事儿！放弃案子，我保证，这东西不会有第三个人看到，否则……这恐怕就是你最后的底牌吧？偷拍照片，侵犯隐私，还想传播？江凯，你是真不怕坐牢啊？你不放过我，我也不放过你，我们同归于尽。董秋友，再给你2天考虑时间，2天以后还不撤诉，你就等着在全网观赏你金牌女律师的美照吧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案。警官，我报案，有人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，蓄意故意伤害他人，以私密影像敲诈恐吓，3份物证，全程完整留痕，无任何剪辑篡改。我们立刻传唤涉案人员配合调查。车内监听器经溯源绑定拟方设备是否属实？警官，是我干的，跟江总没有任何关系。我私自想帮江总掌握董律师的行踪，自作主张装的监听器，他全程不知情。街边早餐摊蓄意寻衅滋事还伤人，如实交代幕后指使。没人指使，是我们自己跟摊主发生口角，一时冲动，所有责任我们自己承担。最后核查私密照一事。警官，我近期手机账号被黑客入侵过，后台有异常登录记录。那些短信私密照传播嫌疑，绝对不是我所为，应该是黑客盗用账号恶意造谣栽赃。涉案助理小刘因妨碍他人，予以行政拘留。2名嫌疑人蓄意故意伤害，已发刑事拘留。现有证据无法证实江凯涉案，暂时不予处罚，列为重点观察对象。层层洗白，找人顶罪，切断所有关联，果然缜密周全。口头承认，间接证据根本盯不死他。唯一能击穿他所有伪装的，只有他私自留存的照片原始集稿。所有脏嘴烂事儿全让手下人顶了，他干干净净脱身，简直是滴水不漏。现在没有直接证据，我们根本奈何不了他。普通取证、常规报警都没用，他把所有风险都剥离干净了。现在唯一能定罪的核心证据，就是他电脑里的私密照原始集稿和加密存档。只要拿到这个，他再也无从抵赖。可我们没有合法理由申请搜加，硬闯、偷拍取证都会变成非法证据，法庭上直接作废，还会反过来被他反咬一口。不用硬闯，我让他主动开门，自愿让我进去。江凯，你之前说的条件，我认真想过了，我有点动摇。月月，我就知道你终究是想通了。我不想在公共场所谈，人多眼杂，容易被偷拍传谣。去你家吧，私密安静，没人打扰。好，我在家等你，随时恭候。月月，我就说没必要一直跟我硬碰硬，只要你撤诉，我们就能回到从前。好，我让你看看，我到底有没有资本跟你谈条件。看到了吗？这些全是我拍的，一直保存在我这里，从未外传。只要你听话，这些东西永远不会有人看见。我看到了，给我时间考虑撤诉的事。录音清晰有效，
当事人亲口承认私密照为自己拍摄留存，再加上你精准的现场目击路径，现有线索与视听资料能够依法报请审批，对嫌疑人住所、办公设备开展搜查举证。他所有的退路、所有的顶罪说辞，在原始底稿和亲口供述面前都会不攻自破。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依法执行强制措施，相关手续已出示，请你配合调查。我要联系我的律师。妈，带着律师一起，我是无辜的。董秋月，是你举报我，全是你暗中举报陷害我，你给我出来！法庭见。此前涉案相关案件中，你试图将涉案责任推卸给下属与其他人员，但这些私密影像存放在你的私人电脑，由你亲自加密留存，还有你亲口承认拍摄，用以胁迫他人的录音证据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谁可以推？还有什么借口可以狡辩？警官，我方当事人所涉私密影像均为其与董秋月婚姻存续期间拍摄，初衷为个人私密欣赏，无外传、无牟利、无传播扩散记录，不构成遏制侵权与罪。我与他曾是夫妻，过往存留私密影像只是私人留念，从未想过公之于众。所谓胁迫，只是双方情感纠纷中的口头争执，算不上违法行为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，同样受公民隐私权、公格权法律保护。你以私密影像作为筹码，胁迫他人撤诉，干涉正常执业。控方事实清晰，录音证据确凿，辩还理由不予采纳。我方愿意足额缴纳保证金，且当事人无逃逸风险，无继续作案倾向，申请取保候审。取保候审期间，严禁靠近、接触董秋月及其直系家属，严禁再次实施骚扰、胁迫行为，违者立刻收监。不能亲自找他，有的是人替我找。立刻整理我被取保候审的通稿，对外弱化我的违法行为，放大夫妻情感纠纷苗头，引导舆论偏向家务事，说不清对错。水军线，重启舆论场，带节奏洗白，主打董秋月记仇，公报私仇，利用职业身份打压前夫，扭转大众观感。中间人继续盯紧董翠芝，加大筹码，许诺好处，让他持续给董秋月母女施压，搅乱他们的心态。明白。果然是死性不改，刚被刺爆就立刻反扑，全网又开始洗白他，抹黑你，把刑事案件歪曲成普通感情恩怨，太恶心了。他不能亲自露面施压，就动用外围势力迂回进攻，无非是想打乱我的节奏，逼我心态崩溃，主动撤诉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逐条查清起诉水军吗？发大治标不治本。他的外围棋子里，大姑是最薄弱、最贪心，也最容易被撬动的一环。击溃这一点，他所有外围施压网都会崩塌。策反大姑，拿到江凯幕后操盘、雇人闹事的证据。董秋月，你到底要倔到什么时候？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江总都退步取保求和了，你非要揪着案子不放，是想把所有人都拖下水吗？弟妹，你都被连累受伤住院了，还不清醒？赶紧劝劝你女儿，别不知好歹，乖乖撤诉复婚，我们全家都能沾光享，何必硬扛着遭罪？大姑，这里是医院，我妈需要静养，你立刻停止吵闹。我就是要说道说道，你太自私，为了自己的一口气，害得亲妈受伤，全家不安。放着豪门前路不走，非要跟有钱有势的江总死磕，你根本就是不识好歹。大姑，我今天不跟你吵，也不跟你翻旧账。我问你，你明知道江凯是蓄意伤人、违法犯罪，还一次次帮他闹事施压，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在帮家里？江总有钱有势，只要他肯原谅你，我们全家都能沾光。是你太固执，不懂变通。我是职业律师，我吃过的法理，见过的黑白，比你见过的人情世故多。我站在法庭上，从来不是为了私人恩怨，而是为了守住正义，守住法理底线。5年前他欺辱我，5年后他为了脱罪，不惜伤人，操控舆论，骚扰无辜之人。我如果因为怕事，顾念所谓亲情妥协撤诉，就是纵容犯罪，践踏司法公正。我不配做一名律师，更对不起被他伤害的所有人。你别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我听不懂。我就知道江总他大方又有能力，根
跟着他不吃亏。大方有能力，你是只帮他闹事收他钱财吗？我告诉你大姑，你这已经构成协同作案。江凯如今数罪缠身，自身难保，迟早判刑入狱。他倒台之后，所有从犯都会被追责。表弟正在备考公考吧？直系家属留有违法从犯记录，政审直接作废。你一时贪念换来的这些钱，会毁掉他一辈子的前途，值得吗？你现在主动坦白作证，属于立功情节，法律会对你从轻免于处罚，保住表弟的政审资格。回头是岸，是你唯一的选择。你让我再好好想想。我给你时间，但别等无可挽回才知道对错。董阿姨，江总说了，今天只要你闹得够狠，逼董秋月选松口，这几万块立刻到账，后续市场还有20万奖金，表弟的工作、婚房全部照办，绝对不会亏待你。妈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你一直在帮那个犯法的老板闹事赚钱，我备考这么多年就盼着上岸，你非要留案底毁我正尘，你是想毁了我的一辈子吗？我不要脏钱，不要别人的提携，我只要干干净净的家人。你再执迷不悟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秋月，是大姑鬼迷心窍，贪财糊涂，一次次帮外人欺负自家人，在医院闹事丢人，还差点毁了你表弟的前途。我真的错了，我想通透了，正义和家人比多少钱都金贵。江凯从头到尾花钱买通我，指使我砸摊闹事儿，上门施压，逼迫你撤诉的所有记录、聊天截图、转账流水、通话录音，我全都留着，我全部交给警方。我主动作证立功，再也不帮他助纣成虐。大姑，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结果。我身为律师，坚守正义，严惩罪恶是我的职责，也绝不会冤枉任何一个知错悔改的人。你的证词终将让江凯为他所有的恶行付出代价。秋月，这是我手里所有的东西，我全部整理好了。之前是我糊涂贪财，被江凯拿捏利用，做了不少错事儿。今天我全部坦白，绝不隐瞒半分。你确定要全部如实供述？一旦提交，就彻底坐实江凯的幕后指使罪责，再无回转余地。我确定，为了我儿子的前途，为了弥补我亏欠你们母女的过错，也为了对得起良心，我必须揭发他。江凯从头到尾都在利用我、算计我，我不能再帮他包庇罪行。最开始是江凯主动通过中间人联系我，以高额报酬、我儿子的工作和婚房为条件，指使我上门催婚，挑拨秋月和他母亲的关系。后续砸毁早餐摊儿、医院闹事、全网抹黑施压，全部都是江凯的授意。每一次闹事结束，他都会通过分层转账给我结算酬劳。他明确告诉我，只要持续给秋月施压，逼他撤销合同诈骗案，所有许诺全部兑现。一旦我办事不力，就立刻断了所有好处。我之前一时糊涂贪利，才一步步助纣为虐。检察官，我方补充提交全套关联证据：第一，江凯非法安装监听器的实物及录音；第二，受益打手蓄意伤人的拼接监控、助理通话记录；第三，其私自拍摄、加密留存的属于张私密影像底稿及亲口承认拍摄的录音；第四，现新增证人董翠芝的完整证言及幕后操盘证据。证据链完整，能够相互印证涉案事实，符合立案及强制措施变更条件。我方将立刻审核，依法对江凯启动变更强制措施流程。你大姑彻底反水，等于直接拆掉了江凯最后的外围防火墙。他之前所有找人顶罪、剥离罪责的布局全部作废了。他靠着层层外围棋子洗白自己，施压作恶。如今最关键的证人倒戈，他再也没有任何退路，只能直面自己的所有罪行。江先生，董翠芝已经主动投案作证，提交了全套幕后指使证据，检察院正在审核便拟的强制措施。你现在身处取保候审阶段，严禁接触骚扰董秋月及其家属，千万不要冲动，安分等待结果，还有周旋空间。背叛我，拿了我的钱，转头就反咬我一口。他们估值果然从头到尾都在耍我。江先生，冷静，现在千万不要有任何违规操作，否则会直接被收监。董秋月，你真够狠的，策反我身边的人，赶尽杀绝是吧？我警告你，立刻去检察院撤回所有证据，撤销案子！你非要逼我无路可走，我就算进去，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你最好掂量清楚后果，别逼我鱼死网破。你继续说，
每一句我都录得清清楚楚。警官，江凯在取保候审期间公然违反禁令，私自联系我，企图干扰司法办案，胁迫我撤案。录音证据完整，无任何剪辑篡改。证据确凿，违规事实清晰，立刻启动流程，撤销江凯取保候审资格，执行逮捕收押。江凯，你在取保候审期间违反监管规定，涉嫌干扰司法取证，现依法撤销取保候审，对你执行刑事拘留，即刻收监。我只是口头争执，我没有。你们不能抓我。江先生，目前所有根据证人证言、录音、物证、监控来看，非法侵犯隐私、胁迫、寻衅滋事、扰民的罪名，全部证据确凿，无可辩驳。现在签署认罪认罚拒绝书，主动认罪悔罪，法院可以依法从轻量刑。如果拒不认罪，顽固对抗，只会被从重处罚，加重刑期，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好，我认。侵犯个人信息、敲诈勒索、寻衅滋事这些罪名，我认罪认罚。但是合同诈骗我不认，那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分歧，是商业纠纷，不是刑事案件，我没有诈骗。你现在纠结这个已经意义不大，但我会如实记录你的供述。你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、敲诈勒索罪、寻衅滋事罪自愿认罪认罚，属实是否？属实。你拒不认可合同诈骗涉案事实，那只是商业纠纷，是合作双方的认知分歧，我没有主观诈骗意图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。江凯已对3项罪名签署认罪认罚拒绝条，但拒不承认合同诈骗事实。我方经过完整核查，原告举证材料、资金流水、虚假承诺证据、被害人证词充分齐全，合同诈骗案涉案事实清晰，证据完整，后续将对江凯所有涉案罪名并案起诉，依法数罪并罚。法院将结合其认罪态度、涉案情节，依法公正判决。你可以认罪，可以抵赖，但法律从不会放过任何一桩罪恶，也绝不会纵容任何一场刻意的犯罪。关于原供诉江凯合同诈骗一案，今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，原告代理人可当庭出示涉案证据。审判长，我方第一组证据：涉案项目财务流水、虚假合同符稿、甲方虚假承诺录音，证据清晰证实，被告江凯虚构项目资质，伪造合作文书，骗取原告巨额投资，资金到账后私自挪用填补个人资金缺口，合同诈骗事实成立。第二组证据：非法窃听物证及录音，被告为干扰我方办案，规避司法追责，私自安装微型监听器，非法取我方隐私与办案信息，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。第三组证据：寻衅滋事完整监控，胁迫我方撤诉，实验人员围堵伤害无辜家属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事实确凿。第四组证据：被告私自拍摄、加密留存的数余张私密影像底稿，搭配被告亲口承认拍摄、留存，用以胁迫撤诉的录音，证实被告敲诈勒索上法的犯罪事实。第五组证据：证人等董翠芝全程供述笔录、转账流水、指使闹事聊天录音，完整证实被告长期收买亲属、操控舆论、上门私扰，持续胁迫办案的全部幕后罪行。审判长，我申请休庭。被告无故不得随意中断庭审，你申请休庭的理由是什么？我身体突发不适，心慌胸闷，体力不支，无法继续接受庭审，申请短暂休庭调整状态。被告当庭审不适，准许休庭10分钟，法警带被告临时休整。你还好吗？要不要联系医护人员？目前证据对我们极为不利，继续庭审，大概率当庭锁定全部罪名。别怪我身体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我继续拖延时间。你立刻联系我妈，让她去找董秋月。现在去找原告，恐怕于事无补。我认罪，我认输，我扛不住了，让我妈放下身段，好好去求她，求董秋月高抬贵手，酌情谅解，给我一条退路。秋月，阿姨求你放过阿凯这一次，这卡里的钱全部给你。当年是我不对，是我势利眼，是我欺人太甚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赔罪。你大人有大量，撤回控诉，原谅阿凯吧。开早餐过穷丫头，还想高攀豪门，拿钱滚，别脏了我家的门庭。江阿姨，5年前的事，我可以原谅你。过往的私人恩怨、羞辱、委屈，早已随着时间翻篇。但我可以原谅你，却不能替法律原谅江凯。
他触犯的是国家法律，伤害的是无辜之人，破坏的是司法公正。他的每一项罪行都有铁证支撑，都需要依法付出代价，没有任何人可以徇私哭诉。我不管，你必须原谅他！你不送客，我今天就不走。是我们对不起你，可阿凯这辈子不能毁了啊！阿姨，我是律师，不是菩萨，我原谅他没有用，只有法律才能渡他。淋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你多保重。休庭结束，庭审继续，由原告代理人继续举证。审判长，我方申请关键证人董翠芝出庭作证，当庭陈述被告江凯幕后操控、指使、滋扰、胁迫撤诉的全部犯罪事实。从去年开始，江凯多次私下联系我，以高额酬金帮我孩子解决工作、购置婚房为条件，指使我多次上门催婚，挑拨董秋月母女关系。后续我去早餐摊打砸闹事，医院当众撒泼，网络配合水军抹黑施压，全部都是受江凯直接指使。每一次做事之后，他都会通过隐秘转账给我结算报酬，全程有流水、聊天记录佐证。审判长，证人与原告系直系亲属，存在明显利害关系，证言偏向原告，不具备可信度，且证人自身参与闹事，本身存在过错，证词不能作为定案依据。我方认可证人存在亲属关系，也不回避证人曾参与过错，但正因为证人与原告是至亲亲属，且长期收受被告巨额好处，深度绑定被告利益，他的反水作证才更具备真实性。证人长期接受被告资金利诱，本是被告最稳固的外围棋子，他放弃既得利益，主动出庭指证，坦白自身过错，配合并非偏袒原告，而是遵从事实，敬畏法律。亲属证人弃利益、弃私情，选择说实话，恰恰证明证词真实，无可辩驳。我方补充举证，被告江凯在取保候审期间，明知董翠芝为关键证人，仍私下派人接触，利诱施压，试图干扰证人作账，严重违反皮保监管规定，主观恶意极深，认罪态度极差。相关违规记录已全部存档，可直接作为量刑依据。经法庭审理查明，被告人江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项目资质，伪造合同文书，骗取他人巨额资金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合同诈骗罪成立，判处有期徒刑8年。被告人江凯非法安装窃听设备，窃取他人及办案信息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成立，以影像胁迫他人撤诉，恶意施压，敲诈勒索罪成立，指使他人上门私扰、打砸财物、寻衅闹事、寻衅滋事罪成立，数罪并罚，综合其犯罪情节主观恶意、违规抗法、拒不彻底认罪等情节，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。我不服！法律从不偏袒任何人，也从不放过任何罪恶。江凯入狱，江氏集团彻底崩盘。法院清算组进场核查资产，江氏集团因涉嫌关联犯罪、资金违规、商业欺诈，正式宣布破产清算，名下所有股权、房产、资产全部冻结，用于赔付受害者损失、缴纳罚金。江丽华变卖独栋别墅，偿还剩余债务，收拾简单行李，搬入狭小朴素的老旧公寓。赢了，彻底大获全胜，不仅帮当事人追回上亿损失，还彻底扳倒了对方。全网都在夸你是最美正义律师。只是尽了本职而已。我始终相信法理昭行，善恶有报，所有作恶者终会被正义审判。弟妹，秋月，对不起，是我一时糊涂，贪心作祟，被人利用，一次次伤害你们母女，给你们带来了这么多麻烦和委屈，我真的错了。都是一家人，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已经知错改错，还主动作证，帮了秋月大忙，不用再耿耿于怀。大姑，以后好好过日子，踏实安稳，远比投机取巧、依附他人靠谱。没想到一把年纪，还经历了这么多风波。以前总觉得安稳摆摊，踏实过日子就好，没想到人心险恶，世事难料。妈，以后不会有人再来欺负我们了。所有麻烦都解决了，所有恶人都得到了惩罚，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
小月，这是我用这次案件的胜诉奖金给你盘下了这家新店，装修设备我都已经安排好了，以后你不用再风吹日晒摆摊受累，就在干净舒适的门店里做早餐，安稳轻松，再也没人敢来闹事捣乱。我的月月真的成长了，越来越优秀，还处处想着妈。从前是你护我长大，往后换我护你安稳。要是你爸还在，一定会为你骄傲的。我爸也一定在天上为我骄傲呢。董律，之前是我们狭隘浅薄，误会了你，真的非常抱歉。你坚守正义，不畏强权，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。过往不究，往后我们各司其职，坚守初心，共同维护法理公正即可。现在整个业内没人再敢轻视你、封杀你，所有人都知道红圈律所的董秋月专业过硬，初心纯粹，不畏权贵，坚守正义，是真正的金牌律师。我打赢的从来不止一场官司，更是普通人对抗强权、坚守正义的底气。法理无偏私，正义永不缺席。月月，妈不求你大富大贵，也不逼你嫁人，妈只希望往后有人真心待你，不用你事事硬撑，不用你受委屈、受欺负。妈，我都明白。以前我执着于输赢，执着于正义招堂，现在我懂了，守住身边的安稳，珍惜真心待我的人，也是最大的缘分。妈，晚上想吃什么？我下班买回去，今晚在家做饭。妈不挑嘴，想吃你亲手做的红烧肉，你慢点回来，注意安全。最好的结局从来不是报复痛快，而是放下过往，珍惜当下。